咁其實疫情當前咧，大家都好關心咧，即係排水渠管嘅狀況啦。所以喺今次嘅講座咧，我就會介紹多層樓宇排水系統嘅設計要點啦，亦都會深入講解排水系統嘅組成部分，包括隔氣彎管、反虹吸管同埋通風管嘅作用，仲有檢查同維修渠管時候所需要嘅知識。咁大家咧就可以締造一個安全同埋健康嘅居住環境啦。咁其實咧喺香港咧，大部分市民咧都係住喺一啲多層嘅樓宇裏邊嘅。咁而排水系統嘅設計都比較複雜。咁排水系統咧負責將雨水、污水由樓宇帶到去公共嘅排水系統。咁整個排水系統咧包括唔同嘅部分，各有唔同嘅功用，確保雨水、污水可以妥善排放嘅。咁其實乜嘢先叫良好嘅居住環境呢？咁其實講到良好嘅居住環境啦，一定係唔少得咧樓宇安全呢個因素嘅。咁其實講到樓宇安全咧，大多數人都會聯想到樓宇結構啦，或者係一啲消防嘅安全嘅問題。其實咧環境衛生咧，特別係排水渠管嘅狀況啦，都會直接影響我哋嘅健康嘅。咁咧，全港所有嘅私人樓宇嘅排水系統咧，都係受建築物條例嘅規管嘅。而建築物條例下面嘅建築物衛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咧，就訂明咗排水系統嘅標準。咁其實設計樓宇嘅排水渠管嗰陣時咧，主要有幾個嘅考慮因素嘅。包括咧要迅速安靜咁樣疏導污水或者雨水，要保持環境衛生，而亦都要冇淤塞、耐用同埋要經濟嘅。咁其實喺維修排水系統嗰陣時咧，經常遇到嘅困難咧就係去唔到排水渠位置做維修，因為咧有陣時呢啲渠管咧就係安裝喺私人嘅處所裏邊，即係人哋嘅屋企裏邊。咁所以咧，進行檢查同埋維修嘅時候咧，係要進入人哋嘅屋企，咁樣咧就會對佔用人構成不便。咁所以喺2004年咧，屋宇署就向註冊建築專業人士發出咗一個作業嘅備考。咁而公用嘅廢水渠管啦，同埋便溺污水渠咧，係要安裝喺樓宇嘅公用部分。咁公用部分咧就係大家都去到嘅地方，唔屬於私人嘅，咁就容易檢查、清潔同埋維修啦。咁其實講返排水系統咧，其實就有好多部分組成嘅。咁跟住落嚟，我就會介紹返排水系統嘅主要組成部分。咁一般排水系統咧就有3類嘅。咁圖中咧灰色呢一個咧排水渠管就係雨水管，咁佢係用嚟排放天台啦、平台、露台等嘅雨水嘅。咁第二類咧就係廢水管啦。咁圖中藍色呢一條咧就係廢水管，咁佢係用嚟排放大家屋企廚房星盆啦，仲有浴室嘅洗手盆啦、浴缸或者企缸、地台去水口嘅廢水嘅。咁而第3類咧就係紅色呢一條嘅便溺污水管啦。咁佢係排放坐廁尿兜嘅污水。咁另外咧，大家可以見到圖中綠色呢一條咧，就係反虹吸管，佢係排水系統中好重要嘅。咁一陣間咧都會詳細介紹佢哋嘅用途。嗱，圖中咧有2組渠管，大家睇下睇唔睇到佢哋喺設計上面有咩分別呢？咁大家見到咧，左邊嘅圖咧就淨係得一條主渠管。右邊嘅圖咧就有2條主渠管，所以咧左圖咧就係叫做單管系統，右圖咧就係叫雙管系統。
其實根據建築物條例呢，多層樓宇嘅排水系統呢係可以採用單管或者雙管嘅設計嘅。單管嘅設計呢係將廢水同埋便溺嘅污水兩類污水用同一條渠管排走，咁即係用同一條渠啦排走大家屋企嘅洗手盆啦、浴缸、地台、去水口同埋坐廁嘅水。而雙管嘅設計呢，就係將廢水同埋便溺污水分開，用兩條唔同嘅渠管排走。其實雙管系統同埋單管系統呢，都各有優點嘅。咁而雙管系統嘅優點呢，就係可以防止便溺污水啦，同埋廢水喺到達地下污水沙井之前混合。咁就可以減少臭氣通過流失咗水封嘅廢水設備進入室內。渠管同埋室內嘅分隔呢，就係靠一個裝置叫隔氣彎管。如果採用雙管嘅系統呢，就算地台去水口嘅隔氣彎管乾咗，通過乾咗嘅隔氣彎管進入室內嘅氣體呢，都係只係來自廢水管嘅啫，就唔會有一啲特別難聞嘅氣體呢，由便溺污水管進入室內嘅。單管嘅系統呢，而所有污水呢，即係坐廁嘅便溺物啦、洗手盆嘅水啦、沖完涼嘅水等等呢，都會全部排放喺同一條渠管。咁所以當地台去水口嘅隔氣彎管裏邊嘅水封乾咗，裏邊冇水啦，咁嚟自便溺物嘅臭氣呢，就會通過乾咗嘅隔氣彎管進入室內。咁其實呢，單管系統都有佢嘅優點嘅，因為佢除咗排放便溺污水啦，亦都會排放廢水嘅。咁呢就可以利用廢水呢沖洗渠管，減少便溺物黏附渠管內壁嘅機會，減少淤塞嘅情況。其實無論係單管或者雙管嘅設計，只要有妥善嘅保養同埋維修呢，都可以有效咁樣排放污水，保持環境衛生嘅。咁其實喺排水管裏邊呢，有一個好重要嘅裝置，咁啊一定要認識佢嘅。咁佢就叫做隔氣彎管。便溺污水管同埋廢水管作為輸送污垢物呢，都會有臭氣同埋細菌。如果能夠保持水管同埋室內嘅空間有嘅一個分隔呢，臭氣呢就唔會進入室內㗎啦。隔氣彎管呢，就係一個安裝喺衛生設備同主渠管之間嘅裝置，係唯一可以分開渠管同埋室內嘅裝置。咁呢裏邊呢就係有水嘅，咁佢透過儲水嘅形式呢，形成咗水封，阻隔咗渠管裏邊臭氣進入室內。如果冇咗佢呢，我哋就會成日聞到渠管傳入室內嘅臭氣。咁隔氣彎管呢，一定要注入足夠嘅水，咁先至可以發揮佢嘅功用嘅。一般嘅隔氣彎管呢，就係有 U 型啦同埋樽型嘅分別嘅。家居水手盆呢，同埋星盆底呢，大多數呢都係安裝樽型嘅隔氣彎管，而地台去水位呢，同埋浴缸呢，就大多使用 U 型嘅隔氣彎管。咁雖然呢 U 型嘅隔氣彎管同埋樽型嘅隔氣彎管嘅外形好唔同啦，咁但係呢隔氣嗰個原理呢都係相同嘅。咁佢哋都係透過儲水嘅形式形成水封，阻隔呢排水管裏邊嘅臭氣進入室內。而座廁呢，係因為佢生產嘅時候已經內含咗隔氣彎管，一般係 P 型或者 S 型嘅隔氣彎管，所以大家係唔會見到座廁外邊呢有 U 型或者樽型嘅隔氣彎管嘅。咁樣根據建築物條例啦，隔氣彎管裏邊嘅水封嘅深度呢，都係有規定嘅。咁根據唔同嘅用途呢，水封嘅深度呢嘅規定亦都係唔同嘅。咁大家就可以見到呢個表啦。咁而詳情呢，就可以參閱建築物衛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咁而根據建築物條例呢，隔氣彎管嘅內徑呢，亦都係有規定嘅。咁詳情呢，亦都可以參考返相關嘅規例。
咁其實除咗頭先介紹嘅隔氣彎管啦，反虹吸管喺排水系統中咧都有重要嘅功用嘅。咁而圖中綠色呢一條咧就係反虹吸管啦。咁反虹吸管咧就係接駁住隔氣彎管，其實可以話咧反虹吸管同埋隔氣彎管咧係一對好兄弟嚟嘅。反虹吸管係哥哥，隔氣彎管咧就係細佬。咁喺呢個排水系統咧，呢個大家庭咧，哥哥咧就成日幫個細佬嘅。反虹吸管嘅作用咧就係平衡渠管裏邊嘅氣壓，防止隔氣彎管裏邊嘅水風流失。咁究竟反虹吸管點樣發揮佢嘅作用呢？一陣會詳細解釋嘅。咁跟住咧就介紹下咧呢一個反虹吸氣閥。咁大家咧見到咧黃色呢個部分咧就係反虹吸氣閥啦。咁行內咧就俗稱呢個為冬菇頭。咁佢個名咧就同反虹吸管差少少啦。咁但係顧名思義咧，佢哋咧只係構造唔同嘅啫。作用咧其實就係一樣嘅，都係連接住隔氣彎管，容許空氣流入，平衡管裏邊嘅氣壓，防止隔氣彎管裏邊嘅水風流失。咁大家咧就成日見到咧有渠管咧就係伸延上天台嘅，咁其實咧佢咧係叫做通風管。咁而通風管嘅功用咧就係喺排水系統最高嘅位置，俾新鮮嘅空氣進入同埋流出，為咗排水系統提供通風嘅。通風管咧就接駁住綠色嘅反虹吸管，新鮮空氣咧經過通風管進入反虹吸管，平衡咧渠管裏邊嘅氣壓，防止隔氣彎管裏邊嘅水風流失。咁而根據建築物條例啦，通風管咧係要伸延到樓宇天台不少於1米之上嘅，仲有係唔可以密封㗎。通風管頂咧就要有格柵，防止雜物阻塞或者雀仔喺上面築巢嘅。咁其實隔氣彎管裏邊嘅水風咧，有時係因為某啲原因咧係而失效嘅。咁一般導致水風流失嘅原因咧有好多種，咁包括蒸發作用啦、滲漏作用啦、動力衝撞啦同埋虹吸效應。咁蒸發作用咧就係當天氣乾燥啦，長時間冇使用或者冇定期注入清水咧，水風咧就會逐漸蒸發。滲透作用咧係因為渠管日久失修有破損，出現滲漏，導致水風流失。動力衝撞咧係因為污水排放時嘅衝力引致隔氣內嘅水風咧就被帶走嘅。虹吸效應咧就係當其他住戶排水嘅時候，可能會形成虹吸效應，抽走咗隔氣彎管嘅水風。咁剛才咧就講過啦，隔氣彎管嘅作用咧係形成水風啦，阻隔排水渠管嘅臭氣進入室內嘅。咁至於接駁隔氣彎管嘅反虹吸管嘅作用就係平衡氣壓，防止隔氣彎管裏邊嘅水風流失。咁而頭先講到啦，虹吸效應咧就係其中一個原因，令到隔氣彎管裏邊嘅水風流失嘅。咁究竟虹吸效應係點樣同時發生嘅呢？咁反虹吸管咧又點樣發揮功用嘅呢？咁大家可以睇下右手邊嘅圖。咁當上層嘅單位嘅排放嘅污水量達到某一個水平嗰陣呢，就會產生虹吸效應，令到下層單位嘅分支渠管出現咗負氣壓，咁就會抽走單位座廁隔氣彎管裏邊嘅水風嘅。咁大家又再睇下左手邊嘅圖。咁由於咧通風管係要延伸到即係粉紅色嗰條，係要延伸到樓宇天台不少於1米之上，仲有係唔可以密封，咁樣呢，空氣就可以經由通風管再流入反虹吸管，就再流入分支嘅排水渠管裏邊，平衡咗虹吸效應造成嘅氣壓差，防止隔氣彎管裏邊嘅水風流失，確保咧隔氣彎管有效運作。咁所以咧，隔氣彎管同埋反虹吸管咧就係好重要嘅，大家千祈唔好擅自非法改動隔氣彎管或者反虹吸管同埋反虹吸氣閥，因為可能導致隔氣彎管內嘅水風失效，咁排水管裏邊嘅臭氣就會進入室內㗎啦。
咁我喺呢度咧都準備咗條片啦，俾大家，等大家印象啫就深刻啲。咁樣咧，由於坐廁啦、洗手盆啦同埋浴缸啦，呢啲生活所需咧，就成日都會用到嘅。咁所以連接佢哋嘅隔氣彎管裏邊嘅水風咧，就一般都唔會出現乾涸嘅情況。但係地台去水口咧就好唔同啦，因為如果長時間冇用又唔記得注入清水咧，咁連接於地台去水口嘅隔氣彎管裏邊嘅水風咧就會逐漸蒸發，咁咧就阻隔唔到臭氣入屋㗎啦。所以提大家，至少咧每星期咧都喺家中每一個地台去水口注入清水，確保個隔氣彎管嘅水風可以正常運作。咁清水就得㗎啦，就唔使用漂白水嘅。亦都提大家啦，除咗浴室咧有地台去水口之外咧，廚房裏邊咧都係有地台去水位嘅。咁咧就大家就千祈唔好忽略啦。咁其實咧2003年咧淘大花園就爆發咗沙士啦。咁咧當時咧就有病人咧輻射之後咧，佢帶有病毒嘅排泄物就走咗入去主渠管裏邊。咁由於上下單位嘅地台去水口嘅 U 型隔氣彎管乾咗，咁所以咧病毒咧就經乾咗嘅隔氣彎管咧就由主渠管咧進入屋內啦。咁根據衛生署嘅主要嘅調查結果咧，咁其實淘大花園咧嘅浴室嘅洗手盆啦、浴缸啦、地台去水口咧都安裝咗 U 型嘅隔氣彎管嘅。咁但係涉及廁所發出臭味嘅投訴咧就好普遍。咁顯示咧有啲單位嘅 U 型隔氣彎管咧可能冇發揮到應有嘅功用。咁所以由於坐廁啊、洗手盆、浴缸都係常用嘅，咁所以佢哋嘅隔氣彎管咧都應該係有儲水嘅。咁但係咧地台去水口咧，大部分住戶都係用地拖去清潔呢個浴室嘅地面，而家又冇用水沖洗，所以大家喺地台排水口咧嘅 U 型隔氣彎管咧都乾咗，發揮唔到隔氣嘅作用。所以當住戶咧用浴室嘅時候咧，又同時開咗抽氣扇，咁令到病毒咧就經乾咗嘅隔氣彎管咧就進入咗浴室。咁而淘大花園嘅浴室嘅面積咧都係屬於細嘅，亦都提高咗咧病毒接觸到物品嘅機會。咁呢啲病毒咧就會黏附喺啲地氈啊、毛巾或者其他嘅浴室物品。如果接觸到呢啲物品咧，就有機會受到感染啦。咁因為咧呢樣嘢太緊要啦，咁我咧就又準備咗條片咧，就俾大家等大家深刻記得隔氣彎管裏邊水風流失嘅後果會點。咁所以咧，大家咧記住就一定要定期倒水入去地台嘅去水口啦。咁其實喺沙士之後咧，屋宇署喺2003年咧都即係發出咗一個作業嘅備考，建議業界咧就將廢水設備，即係洗手盆等等嘅廢水咧引入去地台去水嘅 U 型隔氣彎管，咁咧令到隔氣彎管咧就唔容易乾涸。咁其實呢個分流嘅設計咧係好嘢嚟嘅，因為洗手盆大家日常咧就多數都會用到。咁就算咧係唔記得倒水入去地台去水口咧，都仲有洗手盆嘅水去填滿呢個隔氣彎管，咁就可以確保咧地台去水口嘅隔氣彎管咧係有水㗎啦。大家認為咧要注入幾多清水咧？大家成日講啦，就係即係每星期咧就係0.5公升嘅清水就夠㗎啦。
咁咧啱啱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多層樓宇排水系統渠管嘅類別啦。咁就包括咗排水系統嘅組成部分啦，隔氣彎管、反虹吸管同埋通風管嘅功用。咁我就準備咗一張綜合嘅圖咧，就係綜合翻我頭先分享嗰個重點嘅。咁呢幅圖咧就畫咗一般多層樓宇嘅成個排水系統。咁大家見到樓宇最頂層係一個住用單位嘅浴室嚟嘅。咁浴室裏邊咧就有洗手盆啦、浴缸、坐廁同埋地台嘅去水口。咁每個衛生設備咧都安裝咗隔氣彎管，洗手盆咧就安裝咗樽形嘅隔氣彎管啦，浴缸咧就安裝咗 U 型嘅隔氣彎管咁樣嘅，而地台去水口咧亦都安裝咗U 型嘅隔氣彎管。咁而洗手盆同埋浴缸嘅隔氣彎管咧就有反虹吸氣閥，即係頭先講過嘅冬菇頭。坐廁同埋地台去水口嘅隔氣彎管咧就接駁咗反虹吸管，而反虹吸管亦都接駁咗通風管，咁咧就可以平衡到一啲渠管裏邊嘅氣壓差，咁咧就減低呢個虹吸效應造成隔氣彎管裏邊嘅水風流失，就確保隔氣彎管咧係有效運作嘅。咁呢棟樓宇咧就係採用單管嘅設計。咁樓宇排出嘅所有廢水同埋便溺嘅污水咧，就會經過分支嘅渠管咧排放到去主渠管裏邊嘅。咁而污水咧就去到位於地底嘅一個沙井，咁經過一個叫終端嘅沙井，俗稱尾井咧，再排放去到公共嘅污水渠管裏邊。咁而呢個尾井咧，一般咧都會喺地界裏邊嘅。維修嘅責任咧就係屬於樓宇嘅業主啦，而公共嘅污水渠管咧一般咧就喺地界嘅外邊嘅，就係由政府負責維修。咁而負責收集雨水嘅雨水管咧就比較簡單啦，冇污水管咁複雜。雨水管咧就會直接將雨水咧帶到去有隔氣彎管嘅集水溝，再排放去到位於地底嘅沙井。最後咧，再經尾井咧，再排放去到公共嘅污水渠。咁大家其實見到啦，雨水嘅排放咧，同埋污水嘅排放係完全分開嘅，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將廢水或者便溺嘅污水管接駁去到雨水管，咁咧就會引致渠管淤塞啦，發出異味啦，亦都會污染水道同埋海港嘅。咁咧嚟緊咧，我就會講一啲即係缺乏保養咧，同埋維修嘅渠管咧，往往咧係會出現啲咩嘅問題。咁而渠管咧或者配件咧生鏽啦、損壞啦、接駁位咧移動咧或者鬆脱。咁而鑄鐵嘅渠管咧嘅塗層咧就剝落，而亦都有滴水咧同埋滲漏嘅。呢啲都係渠管常見嘅問題。咁咧，另外一個常見嘅問題啦，就係違例咁樣改裝排水系統啦。咁包括咧搬屋或者裝修嗰陣時咧，將浴缸咧就換成企缸，拆咗個 U 型隔氣彎管。咁咧一旦冇咗隔氣彎管咧，其實倒幾多水咧都冇辦法阻隔臭氣入屋㗎啦。咁而換坐廁嘅時候咧，就拆咗接駁隔氣彎管嘅反虹吸管。安裝洗衣機嗰陣時咧，就冇裝設隔氣彎管。洗衣機嘅去水管咧就直接接駁去到污水管。咁而將廢水便溺污水接駁至雨水管咧，即係好似我哋呢一張圖咁樣咧，亦都係會引致渠管淤塞啦、發出異味啦、污染水道同埋海港嘅。咁所以任何違反建築物條例規定嘅情況咧，屋宇署都會採取一個執法嘅行動嘅，包括向有關嘅業主發出修葺令。咁如果係屬於違例嘅接駁渠管咧，咁亦都會向有關嘅業主發出清拆令嘅。其實咧，而家疫情咧當前咧，咁就政府咧有一個渠管視察嘅特別計劃嘅。咁咧都係主動啦，為全港大約2萬棟嘅私人住宅咧，去視察佢哋外牆嘅排水系統。咁亦都會加強公眾嘅教育啦，同埋宣傳。咁而呢個視察嘅計劃咧，喺2020年嘅6月咧已經推出㗎啦。咁預計喺24個月裏邊完成。而截至今年嘅6月底咧，已經視察嘅目標樓宇咧，就已經係達到48%。咁而視察完之後咧，屋宇署咧都會根據建築物條例咧去採取適當嘅跟進行動，
例如好似頭先講嘅發出一個渠務嘅修葺令。咁其實業主咧係有責任咧去關注渠管嘅健康嘅。咁其實業主咧係要定期檢查所有渠管嘅情況嘅。咁包括咧排水管啦、隔氣彎管啦同埋反虹吸管咧，都係應該處於密封嘅狀態。咁如果咧渠管日久失修咧，污水渠嘅臭氣咧就會流入室內㗎啦。咁如果住戶懷疑佢嘅單位嘅排水系統欠妥啦，咁樣咧就應該盡快咧安排合資格人士或者承建商去進行檢查同埋維修嘅。同埋大家係唔應該擅自改裝樓宇排水系統嘅渠管嘅。咁例如因為改動廚房或者浴室嘅間隔而擅自加裝嘅排水管，又或者拆除座廁嘅反虹吸管，又或者洗手盆有反虹吸氣閥嘅樽形嘅隔氣彎管。咁因為咧排水系統嘅設計同埋建造咧都係受建築物條例嘅規管。咁正如頭先所講啦，即係呢啲座廁啊、浴缸、企缸、地台取水口咧都要有有效嘅水封嘅。咁即係例如係一啲隔氣彎管同埋反虹吸管嘅設施，咁咧先至可以咧阻止到排水渠管嘅臭氣咧係入到室內。咁而一般修葺咧或者更換室內分支嘅排水係水管啦，或者係衞生設備咧，咁都係屬於豁免審批嘅建築工程，咁都唔需要遵照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咧就可以進行㗎啦。但係咧，如果你要深葺室外嘅排水渠管或者室內嘅主要排水渠咧，就要根據小型工程嘅監管制度咧，委任建築物條例下註冊嘅合適嘅承建商去進行相關嘅工程。咁如果大家係想豎設、改動或者拆除佢嘅單位嘅排水系統咧，包括反虹吸管，就必須要根據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委任建築物條例下合適嘅承建商進行相關嘅工程嘅。咁由於時間嘅關係啦，咁我喺度就簡介一下小型嘅工程嘅監管制度嘅。咁其實同渠管有關嘅小型工程咧，其實就有3項啦，就係包括第3級別嘅3.23、3.24同埋第2級別嘅2.30。咁其實由於時間嘅關係咧，咁呢啲小型工程嘅項目咧，大家都可以上屋宇署嘅網頁咧，去揾到呢一本嘅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嘅一般指引同埋技術指引去參考翻嘅。咁我哋亦都有一個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流動應用程式咧，去俾大家咧去熟習一個小型工程嘅監管制度嘅。咁再提翻大家啦，如果大家係要進行排水系統嘅工程咧，就一定要委任咧建築物條例下嘅註冊承建商進行㗎啦。咁如果有需要啦，業主都可以申請貸款或者資助嘅。咁可以就去翻我哋嘅屋宇署網頁，或者係記低我哋呢一個圖畫上面嘅 QR code， 咁咧就可以參考翻個詳情㗎啦。咁而屋宇署咧都出咗一套指引嘅，提醒市民咧就妥善保養同埋維修排水渠管，咁包括隔氣彎管。咁大家可以記低翻我哋圖畫上面嘅呢一個 QR code， 就可以睇到呢一套嘅指引㗎啦。咁最後咧就想講咧，就預防勝於治療啦。咁其實就排水系統咧嘅破損咧，都係會引致環境衛生同埋傳播病菌嘅。咁而渠管滲漏咧，亦都可以導致石屎剝落而影響樓宇嘅結構。所以咧，業主咧應該定期檢查啦，同埋維修排水系統。而物業管理公司咧，亦都要協助業主咧進行必要嘅維修。咁就係所謂預防勝於治療啦。做好預防咧，就可以避免渠管日久失修而造成突發嘅意外所產生嘅法律責任，減少對住戶嘅影響同埋損失，亦都減低對樓宇結構嘅影響。而定期保養咧，同埋維修渠管都一般係屬於小修小補嘅。咁業主嘅花費有限啦。相反咧，如果樓宇咧係要做大型維修嘅事咧，往往係需要龐大嘅金錢。咁所以建議咧，業主或者物業管理公司咧，應該將排水系統嘅定期嘅維修保養啦，同埋大廈嘅整體維修保養咧，互相配合，咁樣先至可以發揮最大嘅效果同埋成本效益嘅。
最後就有一啲我哋嘅聯絡方法啦，咁樣就大家就可以抄低返。如果有問題又或者查詢嘅話，都可以經我哋嘅電話啦、電郵或者係網站去聯絡返我哋嘅。咁好啦，今日我哋嘅講解就完成啦。咁啊，多謝大家。